现在是在爱丁堡的早上7点半，今天要参加一个一日游，去尼斯湖还有这个苏格兰高地的，人还不少，就这种车，奔驰的这种小的这个巴士，16座。这是今天的第一站，据说今天也就停那么3、4站这个样子。这是个停车场。我看见这里有一辆拖挂，这个地方真的很适合房车，因为旁边有个非常漂亮的 river， 非常漂亮的一个河流，从这能听见水的声音。你看这边的这个拖挂还是个可以升顶的。看看这边，这个风光真的是很好。这个小住几天还是很惬意的。怀念我的这个房车生活了。好在我马上也要回国了，回国准备去福建。这个地方叫 Dunkeld， 有一条很美的大河，这河水很清澈。是在苏格兰高地，快到苏格兰高地了吧？大概还有2个小时才能到这个尼斯湖这个样子。这是这边有点逆光。现在我走在一个老桥上，很漂亮啊，也很安静的感觉。同样的时间点，看这边光线就不一样了。这个地方停房车的话还是很惬意的。如果喜欢钓鱼的话，那就更值了，对吧？风有点大。桥也有100多年了。小村子 village， 店主精心布置的橱窗，小花。这里是其中又一站，是看牛啊。其实看看背景，今天挺好的，这个天气还挺合适，天气变化挺丰富的。然后背景有这么一个山，这里的海拔并不高啊，就我现在脚底下的海拔是200多米，不到300米吧，但是气温还是降下来了，风很大。一头牛得有1、2千斤。我没穿红色的衣服吧 ？I'm not in red。很壮实的牛。Oh, he's coming. Oh.刚才跟这个司机兼导游这哥们聊天，说这牛，我说你看过 Clarkson 吗？他说他知道。我说 Clarkson 里面那个公牛和母牛是分开的。他说不，他说有这边的农民经常让公牛和母牛在一起 ，Clarkson 只是为了一场秀而已啊，并不是所有的农民都那个养牛的农民是这样子的。并不是说要付钱去请公牛来，有的是常年在一起，公的母的在一起。说起 Clarkson， 应该这边应该是家喻户晓了，3剑客之一嘛。他不是拍了一个农场的节目嘛？现在到尼斯湖这儿了，正好赶上他们这个桥过闸，船要过去。所以他把这个
打开了，这样车子走不了了，车只能停在外面。这里就是离石湖地区了。不过这是一个人工的运河 canal， 就为了过这么一个小船吗？把所有的人都给挡上。好在速度挺快。今天的运气爆棚啊！在路上的时候是一直阴天，还看见彩虹了，但到这儿来，晴空万里，但是还是有云，更漂亮一些。船就在我身后，从那后面上船。现在正好还有半个小时时间可以逛一逛这个小镇。这个小镇就是因为离石湖所谓的水怪超级大谎言出名了，才有这个小镇，才有这个景点。这也是一个闸，它没有船的时候，它也可以调整的。船开了啊！这就是在离石湖上了。这个船上还配了声呐系统，可以扫描整个湖里的情况，让你知道有没有离石湖的水怪。当然了，这是一个世纪谎言，看来是。上面还有甲板，可以上去。然后再看看船的这一边，这边要安静一些。离石湖还是很大的，通过一条短短的运河和这个离石小镇相连。但是水位不一样，所以它有船闸来这个提升这个水位。这是在2层甲板上，船长是在这里，它这还有 WiFi 呢。这驾驶室。So let us take a look at the history of the Loch Ness Monster and see if it provides any clues. The first recorded sighting of a mysterious creature in the loch was in 565 AD by St. Columba, a Scots-Irish missionary who was preaching Christianity to the native Picts in the area. The story was probably just a parable to show the power of the church and the Christians. Sightings of a big fish occurred in the 19th and early 20th century. 这是1楼的情况，1楼是内舱，这样的话就没有风，特别大的风。其实这边还是更舒服一些，楼上嘛就是视野更好一些，但是有风。这个可能更清楚一些，就是那个声呐图。这还有一个吧台。It might not be a very romantic monster, but at least it could be a real creature. In the cliffs on the south side of the loch is the concealed entrance of Gorrie's Cave. Gorrie's real name was Alexander MacDonald, a notorious thief. He used the cave as a hideout. 这里是离格兰口很近的一个地方，其实也算是格兰口的一部分。苏格兰高地壮观的这个 view 就是这个附近当然这个地方不是最好的了，但这个地方也能看到一些这个高地的样子他不让进去了，这拉的铁丝远处仔细看的话还有一点小瀑布在那儿。
看介绍好像这还是个火山，这是个火山口。一会儿10分钟以后就会到一个所谓的更壮观的地方，但愿有惊喜吧。这个 view 还是不错的，这个地貌。这个地方以前在中世纪的时候还有人住，然后考古人员在复制了一个当年的房子，叫 Turf House，T-U-R-F Turf House， 当年的这些人17世纪、18世纪住的人的这个房子，这应该都是就地取材的，当地的石头，当地的草。身后就是刚才我看到的这一片高地。那么整个这个保护区很大，据说是有多少个足球场那么大很大。当年人的生活状态里面什么样？黑黑的。石板地，模拟了一个烤火堆，这可以烧火。全都取自于自然的这个建筑材料。木屋，绝对的木屋，然后石板地。当地的建材，这就是树枝做的，还有一些草粘在一起。那个时候生活也是很艰苦的，是吧？Glencoe 考古遗址，看那个考古的复原图，这是一个很大的一个部落，住了一个很大的部落，后来全搬走了，不在这里了。这里是苏兰高地的一个典型的一个代表的地方，叫三姐妹山。三姐妹应该就是这指的是1、2、3中间还有一个瀑布能看见吗？这以前还是火山，也是火山。也是苏兰高地最典型的代表，也就是葛兰科的典型的一个代表地。拉近一点，可以拉到4倍，能看清吗？这里漂亮啊！这又是一个湖，这边的湖太多了突然有一片洼地，有一片湖，这些山就跟桌子一样，叫 Table Mountain 我管它叫 Table Mountain。是不是很壮阔的很漂亮的感觉？这样视野更好，走近一点。那边有一个2户人家，2、3户人家，是不是很像这个 Table Mountain， 很像圆桌山？
就那种这造型就跟火山是差不多。哪天去印尼去一趟，那边火山多。这边没有干扰。这应该是今天苏格兰高地游的最后一站了啊！一个湖边上，水很平静啊，像镜面一样啊。就在路边停车场。